从这边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古镇。和顺古镇它其实原来不叫和顺哈，它原来叫温阳墩，后来就由于小河绕村而过，改名和顺，然后后边就取适合民顺之意，然后直到今天，看这小河。我们现在要先找地方去吃个饭，然后慢慢逛。我们再往镇子中心走的时候呢，这一路上你看挂着这牌子，全部都是做的广告，哪些店吃饭的，民宿，这广告打得挺不错。看虽然这些有很多新建的，但是它还是用这种木头的工艺去盖这个房子。我们继续往前走，去找吃饭的地方。其实是现在和顺古镇里边还有很多当地的人生活在这里边，并没有完全的商业化，变成一个纯古镇的这样旅游古镇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卖肉的、卖菜的，生活的氛围还是很浓厚。我们是在找饭馆，没想到走来了菜市场，卖菜的。我们在小巷子里边找到了一家餐馆，看还不错。他们这边很善于用这种火山石啊，铺设这种地面啊、道路啊。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路面全部都是火山石。它这个石头有个什么特性呢？就是防滑，然后渗水，雨水不至于堆积，但是就是坑坑洼洼。我们的午餐开始了，今天都吃的都是基本素菜，肉炒青菜，这个叫什么来着？松茸炒肉，还有回锅肉炒青菜，还有个炒鸡蛋没上来呢。这是鸡蛋绝对比西红柿多。它这个鸡蛋还是黄的，土鸡蛋应该是大概。总体来说这家的菜味是对的。西藏有的餐馆还可以，很少能遇到。可以的也是四川人开的。对。好，吃完了，盘光碗尽，我们要出发继续逛我们的古镇。在这边吃饭还很便宜，6个菜218，胡哥给买了，又蹭一顿饭。走。我们在整个古镇里边发现了很多不一样风格的建筑哈，有白族的建筑，然后有这种类似于徽派的高墙灰瓦的这种建筑啊。这是源于它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华侨之乡。那关于华侨之乡这个故事呢，我们再往前走走，到的这个山顶的时候，我们再讲这故事。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半山腰收费停车场。我天，这车能开到这上面来吗？整个这个和顺古镇啊，有这种传统这种民居啊，有1000多座吧。然后很多都是就是清代的民居，但是这些呢就是翻新过的，也是修旧如旧。这种清代的民居呢就有100多座，所以这边呢基本上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这个活化石的村子。我们要走到一些小巷里边才能看到这些清代明清时候的这种建筑。再往前走100米就到。现在走的这条街上啊，它这个房子就应该是老房子了。你看它这个石头都是那种泥土石头。这边是由于这个外来文化渲染啊，所以呢和顺的这个建筑多为中西合璧的。它不光是明清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西式化的建筑结构和中式的这种结合，有很多有东南亚风格啊，然后有的院子里边还有不少这种西洋的这种工艺品，但是我们都拍不到。我们刚才冲着那个有一个房子的门缝里边看到啊，看这个就是像人家现在还在住人的，所以门是关着的。历史建筑，注意保护。看这个风格，它也有点像徽派建筑，上面是灰瓦，这个也是个老建筑，100年老宅。像这样子的老房子啊，在整个和顺古镇特别多。然后这些房子，你看，这就是有种明清时代的这种建筑风格哈。由于明代朱元璋这种屯边制度啊，然后和顺又有很多从中原迁过来的移民，像是安徽啊、南京啊这些都有，所以这边民居啊，还有一些我们刚看到的徽派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风格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些建筑里边呢，可以了解到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多民族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居住的小镇啊。然后当地的汉族大多数都是当初到云南从事这个军屯、民屯这种工作的，四川人啊、江南人啊、中原人，现在生活在这边的都是他们的后代，就是这边的汉族哈。我忽然发现他们这种墙砖的部分啊，他们也会使用这种火山石。看来这种火山石啊，在当地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它都会用哈，比较粗糙的颗粒感。然后你看，只有他们当地的人生活在这边的，出来坐坐，这上面有个遮檐，感觉还挺不错的。我去过很多古镇，都是有很浓厚的商业气息，并且所有的古镇几乎都是明清的建筑为主的。然后这边呢，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它这边不一样的是人文的这一方面哈，感觉很生活化。然后我们出来之后呢，这边就有当地的老人们在这边打扑克啊、打牌啊、坐着聊天的。而且整个古镇给人感觉很安静，不是很吵闹。前面呢看到的那个就是洗衣亭，我们打算要走过那个桥，过去看一下洗衣亭。在路上呢，我们顺便就说一下它这边这个华侨之乡的故事哈。这边由于和顺古镇离这个缅甸只有70公里啊，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去缅甸去做生意，然后远走印度啊、美国、加拿大这些，然后很多成为富豪，赚到钱之后回到和顺之后，重新修建这个地方啊，就算光宗耀祖。还有一个就是腾冲是古代这个川滇缅印南方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啊，所以呢，和顺就在这个关马大道的旁边，才有了这么多的这个华侨出国。然后它这个历史又很长，侨属又很多，所以就被称为是中国有名的侨乡华侨之乡。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那个风雨亭，不是风雨亭，洗衣亭。在这条河上呢，每隔一段就会有这样子的洗衣亭出现啊。这就是当地人原来洗衣服的这个地方。看每个中间都有这些石头延伸出去，下边会有水流过，我们可以上去走一下。这种洗衣亭啊，在全国它应该是独有的。它可以在这边纳凉，也可以在这边洗衣。所以按理来说，如果是没有修复之前，你看上边的结构很多都是修复的。没有修复之前，应该村里边当地很多人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洗衣服的。我们绕过这头来呢，它整个这个河流上啊有2座桥，就我们现在走的一座，然后我们隔壁那边还有一座。这个桥呢，就是它当地很有名的双虹桥了，是清道光年间建的。我们在这个双虹桥下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碑啊，它这碑上面写的“桥倒碑修，碑倒自修”。这个刚才我们听旁边有个导游小姐姐讲解，其实是这个桥倒了用碑修，就是把这个碑推倒之后啊，它下边有埋藏金银财宝在这个下边，所以说桥倒了就用把碑推倒修，但这个碑倒了呢，那就自己修了嘛，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挺有意思。这边就是一条商业街了，新修的。这个古镇就是可安静、可热闹，感觉都挺好的。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张松林的总兵府，它是从一品官阶，然后曾经被慈禧赐过寿符2字，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那2个字在哪里。半年李家的跨国商号永和李任清永茂和永茂和人家叫李任清，李氏3兄弟。对。这是这种老照片，全部都是老照片。还有抗日战争胜利时候的纪念碑，看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总兵府。哇，人最多的时候，全镇的人估计都在这儿。20世纪40年代的和顺学生，40年代，4几年，对，1940几年，被孙中山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和顺人寸如东。这种老照片在这房子里边其实也挺珍贵的哈。我们走到了第2个洗衣亭，都是一样，它上面还挂个牌匾就叫洗衣亭。
难得有个高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看清楚它这个上面的瓦片的造型啊。它是以一个大概2米乘2米的一个框子作为一个片，然后中间有梁，又是2米乘2米的一个方。然后它上面的这个屋脊啊，是用瓦片凹的造型。这个镇子还真的是挺大的，它这个17.4平方啊，应该是没有乱讲。走的人快虚脱。